在擂台上，总有些初出茅庐的小将会被人轻视，但是擂台上的决斗之所以精彩，就是总有一些让人意料之外的人与比赛结果。吴雪松就是这样的爆冷选手。说起中国小将吴雪松，他一直有格斗界彭于晏的称号。他相貌英俊，基本功扎实，头脑冷静。他曾 KO 亚历山大·席尔瓦、泰范·霍斯坎，击败塞尔吉奥·坎斯特等世界名将，创下中国该级别最好纪录，也是唯一一位杀入70公斤世界前10的中国选手。2016年4月8日那晚是吴雪松的奇迹之夜，当晚的4人战被称为死亡之组，4人分别是 Glory 轻量级世界冠军格鲁吉亚胡子杀手戴维特·齐利亚、Amphition 72.5公斤级世界冠军荷兰毒蛇泰范·霍斯坎、巴西右拳亚历山大·席尔瓦和中国干叶骁龙吴雪松。而仅23的吴雪松是4人中最不被看好的一位，其他3位通通都有夺冠热门。然而吴雪松偏偏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思维。第一战是他对战亚历山大·席尔瓦。比赛一开始，席尔瓦开始主动进攻，吴雪松轻松应对且还以重拳。席尔瓦虽然看似压着吴雪松前进，但仿佛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席尔瓦的攻势十分凶猛，吴雪松努力用扫腿控开两人的距离。席尔瓦不愧是老将，擂台经验十分丰富，将吴雪松带到自己的节奏里。卡博拉腿技术，所以有着非常高难度的这种动作，也就是说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巴西柔术咱就不要说了，巴西的拳击呢也出现过好几个在职业拳赛里头有奥运会冠军，有世界的拳王。是的，而且巴西选手可以说是兼备了速度与力量，还有灵巧性以及他们过人的天赋，他们那个耐力非常好。不要管他怎么打。吴雪松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将，在2015年是有着让我们记忆深刻的非常出色的发挥。对，不错，23胜啊，小伙子，非常好。但是呢，目前一开赛呢，这个巴西的亚历山大·席尔瓦呢一直在压着对方的后部紧逼。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小伙子吴雪松，你想吧，回到中间来啊，不要再跟他拼拳了，拼得太近了。是的啊，你现在他压迫性压得很强，你不如对做腿，但是我多需要你做直接对拔。为什么？这一回合你阻截了3、4次，阻截他的攻势延就会减少。这样的话，你再用你的高边腿或用你的拳法去再回击一下，这样的话对你是有好处的。不要一味的跟拼拳了啊。是的啊。也就是说呀，从一开始亚历山大·席尔瓦一直步步紧逼，对，就像是王老所说那样，是不是说吴雪松一定要打出自己的节奏，不要陷入到这个席尔瓦的节奏当中？你别让对方跟你用计谋把你拉进他的节奏了。本来还在为吴雪松捏着一把汗，吴雪松突然开窍，重新找回自己的节奏，在第一回合后半段打出不少的有效的重击。我们的雪松呢肯定是占优势，他身高1.74米啊，对方1.75米。是的，而且对方到目前为止呢，有过几次的这种低扫踢的重腿的进攻，还没有说是展现出来。可以说赛前的采访当中，他说自己还另外擅长的这个巴西腿技术。巴西腿技术，对。啊，下劈腿真是话音未落啊！这种确实啊，像下劈腿这种不常用的腿法，让人防不胜防。对，我们国内的武术叫劈挂，跆拳道呢这也叫下劈腿啊。现在是吴雪松，也是在和席尔瓦在拼这种阵地战。现在呢，我们觉得打自由搏击可能都直线腿法、挂腿都用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传统的侧踹腿大家要多用用，多练练。其实它很省劲儿，很阻截力很好。是的啊，把距离拉开一点，太近了。我现在看到。第二回合，两人没有试探，直接开打，几记后撤拳打得席尔瓦频频后退。吴雪松见状，攻势更猛，重拳加顶膝，完全不给席尔瓦喘息的机会。席尔瓦完全被动了，吴雪松的重拳让他躲闪不及，气势也被削弱了不少。吴雪松好像他的个儿说比我矮一部分，但是我他的臂展好像比对方长。刚才我看他拳法打的臂展要比长对方。是的，吴雪松的高扫踢接组合拳。刚才看到这个双方啊，特别是席尔瓦还没有这。突然，吴雪松的几记重拳重伤到了席尔瓦，席尔瓦突然后退抱头，缩到了生角。裁判见此，先阻止了还想继续的吴雪松，对席尔瓦进行读秒。重创让席尔瓦疼得面目狰狞，他跪在地上，摇头表示打不了了。吴雪松在第二回合 KO 了这位巴西悍将。
由于赢了这场比赛，吴雪松就要和上一场胜利者泰范霍斯坎继续争夺冠军。泰范霍斯坎是更加强劲的对手，从2016年至今，泰范霍斯坎只输过1场比赛，而且是因为受伤败给了乔奈。泰范霍斯坎在签约万冠军赛之前，便是欧洲赛事 Ambition 的双料冠军，其过往战绩拉出来都能惊掉全迷下巴。他曾击败过戴维特·齐利亚、安迪·苏瓦、艾迪·塞米利尔等名将，并且在与吴雪松对战之前，他刚赢了齐利亚，因此他根本没有把这位中国小将放在眼里。但是吴雪松却以摧枯拉朽之势 KO 了他。一起来看比赛。比赛一开始，吴雪松就不停用扫腿干扰泰范，并时不时用刺拳试探。可看得出泰范的扫腿十分的刁钻且突然，他的双眼紧紧盯住你，只要看到你有一丝的松懈，他的扫腿就直接下来了。不愧是毒蛇呀！吴雪松也开始意识到要跟对手保持距离，并且十分谨慎。泰范的一顿连续重拳让吴雪松感到十分的危险。泰范不断用假动作迷惑吴雪松，吴雪松的体力也是直线下降。由于是在高原上作战，之前那场比赛也耗费了他不少体力，而且这一回合又碰到个需要时刻保持着100%注意力的毒蛇，真是防不胜防啊！但吴雪松依旧打得十分谨慎，紧盯着泰范每一个动作。迷惑以及这种上下虚实的结合，小心啊！吴雪松要小心。也可能吴雪松啊，对上一回打的确实累，也可能累了一些，还是怎么着？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选手的体能还有心肺功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尤其在高原上作战。是的，这个现在霍斯坎就是突然，吴雪松在拼拳过程中一个重拳直击泰范的下巴，泰范直接被砸倒在地。读秒过后，吴雪松乘胜追击，打得泰范完全没有反击能力，只能不断的爆头和躲闪。在要 KO 之际，突然结束的铃声响起，好吧，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第二回合，泰范为了弥补劣势加强了进攻，而吴雪松更是想一鼓作气直接 KO， 两人完全处于暴力拼拳的状态。拳的力量要比他大。值得看泰范霍斯坎开始使用反击拳。不能小看泰范霍斯坎这种冷拳冷腿的。对呀，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这是你看看。刚才是吴雪松也遭受到重击。突然，吴雪松一个砸拳再次砸中泰范，这一拳直接让泰范站着就晕了过去，直挺挺倒在了擂台上。吴雪松一晚爆冷 KO 2名实力战将，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至此，世人都知中国又杀出了一匹黑马，他的精彩才刚刚开始。2017年4月9号，吴雪松对战了何塞鲁拉斯，这场比赛更是一波三折。比赛一开始不到10秒，吴雪松就被对手击倒读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劣势，不但在比分上，而且在心态上都对吴雪松十分不利。读秒完的吴雪松开始打得很急，直逼追着何塞进攻。何塞则表现得十分灵活，可能是觉得局势大好，何塞的招式开始多了起来。吴雪松瞅准机会，一个重拳将何塞击倒。不得不说，这个反击十分的漂亮。吴雪松在短短的10几秒内再次将自己的劣势拉了回来。何塞的架势十分的大，动作也是让人出其不意，因此吴雪松也不敢掉以轻心，稳扎稳打，寻找着何塞的空档，几个重拳也是结实的砸到对手。何塞也是不甘示弱，两人一开局就打得十分的激烈精彩。我们看他攻击距离也很长啊，所以这个时候本身何塞的这个就中远距离奔袭就比较突然，对。然后雪松在近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防守，对。哇，第一局刚刚进行了2分钟，就双方互有一次读秒啊。雪松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不要跟何塞做这种中远距离的这个动作的互换往返，要拉近距离做这种阵地的打法。第二回合开始不久，两人就开始了激烈的拼拳。吴雪松将对手压制在身边，不断重拳输出，一时间让何塞难以招架，打得何塞腿直接软了下去，频频后退。吴雪松乘胜追击，在拼拳中再次一个后手拳砸中何塞的下巴，何塞直接倒在了围绳上。吴雪松再补了一个高鞭腿，何塞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惨遭读秒。虽然何塞表示还可以继续，但对吴雪松的重拳基本没有了反击能力。吴雪松再躲过何塞一个后手摆拳的同时，再次一拳后手拳直接击倒了何塞。
这个后手拳和之前击倒泰范那拳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被 KO 反转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被死死击倒。这就是吴雪松的威力，是吴雪松后手拳的恐怖力量。这样干净利落的拳法，看得让人心潮澎湃。吴雪松20岁出头的年纪，前途不可限量。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见。明显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位年仅19岁的河南小将，擂台上的爆发力竟然如此惊人。日本空手道冠军被其一脚踹飞，险些昏死在擂台上。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叫王顺利，生于1999年，来自河南省鹿邑县，拜师少林塔沟武校习武。经过5年时间的打磨，王顺利练就了超强的爆发力，擂台上敢打敢拼，被拳迷们称为拼命三郎。职业战绩为14场全胜，且有6次 KO 对手，堪称常胜将军。此次王顺利对阵日本选手田园显悟，号称日本最强的空手道黑带，在日本国内基本上没人是他的对手。来到中国后愈加膨胀嚣张，扬言要横扫中国拳坛。面对这个自吹自擂的狂妄之徒，王顺利下定决心，势必要好好教训一下对手，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为中国勇士王顺利加油助威吧！比赛铃声敲响，王顺利上来就是一记高扫上头，将日本选手吓出一身的冷汗。随即日本选手也是缓了过来，立马和王顺利展开拳法对拼。面对嚣张的日本人，王顺利明显不会轻易让对手下台。然而此时的田园显悟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一脸桀骜不驯的模样。看着田园显悟嚣张的表情，王顺利也是立马背着双手挑衅，并没有把这个所谓的空手道冠军放眼里。就一路追着打，打得非常的这个有攻击性。然后王顺利十分冷静，每一拳都想往日本人的脸上砸去。田园显悟还一脸无所谓的表情，王顺利随即拳法发威，将其打得不断后撤。就在现场看王顺利的比赛，你都能听到他自己给自己喊的声音。但是像他这个年龄的选手，你看他的体能以及他的这个身体条件都非常好。再加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心理素质哈，所以只要发挥的比较正常，想取得一场比赛的胜利应该不会太难。气势在那里，真的是。这种打法让我不止会想到接下来会出场的包子哲。王顺利状态越打越火热，连续的拳腿攻势将原田显悟打得有点抬不起头来。紧接着王顺利又是一记神龙摆尾，一脚将日本人踢飞出擂台。裁判赶紧对其读秒，看来原田显悟这家伙也不行啊，也只能在小小的岛屿上称王称霸了。比赛重启后，原田显悟开始耍赖了。只要王顺利近身，他就立马进行搂抱。也正是用这一无耻的招数，他才能撑过第1回合的比赛。对，还有第3点，我觉得也是。真的是比较佩服的一点，就是他们真的不到最后一下是不会放弃的。对，把这种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确实发挥的淋漓尽致。
对对，这个在踢选手当中啊，是一种很怎么说，是一种很有这种魄力。比赛来到第2回合，王顺利上来就是猛烈的拳法攻势，似乎不想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但田园显悟也十分的耐揍，在王顺利猛烈的攻势下，他依旧能够屹立不倒。但此时王顺利已经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原田显悟沦为了他的人肉靶子，王顺利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对，他的移动性很好。王顺利相比之下也是手长腿长的，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王顺利无愧于拼命三郎的称号，火热的进攻态势压制的原田显悟难以抵挡。王顺利又是一记神龙摆尾，虽然没有命中原田显悟，但那惊人的杀伤力也是给原田显悟吓出了一身的冷汗。这也让这家伙意识到不能轻易被王顺利踢到，不然就只有被 KO 的下场了。不能打，三点着地不能打。在我们队当中，三点支撑，包括当进入后掌是不允许的。你看，王顺利的打不上，整个都完全不上。日本选手的这个拳法确实没有什么优势，而且到第2回合也没什么力气，速度、力气、爆发都不够。这就是日本的空手道冠军，打不过就玩搂抱。看来他们的功夫都是师娘教的，拳头看起来都是软绵绵的，一点力道都没有。也不知道这家伙在日本是如何成为最强空手道的。顺利还是打得太松了一点。我觉得如果他能就是集中目标哈，这个有目的性的进行一次进攻的话，那 KO 的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他有重击，但这种重击相对来说目的不下，可以连击都很高。他现在缺少的这个王顺利，就是我有效的一个组合的连续进攻能力，他是单击力了。对，他缺少这种组合连续的这种进攻能力。当然这些都是需要经验，他也会慢慢。因为这场比赛来到第3回合，一直处于猛冲猛打状态的王顺利，他的体能明显有所下降，因此他的进攻态势也有所变缓。前面2回合的优势足够他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就是稳扎稳打，慢慢寻找对手的破绽，试图给原田显悟一击必杀。王顺利能不能在第3回合 KO 对手？打疯了，今天王顺利我真的是火拼开始。他的场面教练一直跟他说不要乱，不要乱。哦，直拳，对，直拳面中。实力王顺利的还是前后手的这个拳法还是有杀伤力的。对，多用拳。对方这拳弱嘛，我就多用拳打。随着比赛的深入，王顺利的进攻节奏又急切了起来，密集的拳法攻势打得原田显悟难以抬头。紧接着一记前手迎击拳，再一次将原田显悟击倒。王顺利也是高举自己的右手，表示自己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重启后，王顺利又是接连2个扫腿，又一次将田园显悟扫翻，实在是太霸气了。
对待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人，就该这样狠狠的往死里揍。气势上啊，第4次，气势上王顺利已经赢得盆满钵满了。这个扫踢的实际把握非常好，就一判断对方要走，启动一瞬间我一扫踢，直接给踢躺了，就他这破坏他的重心了。应该是腿部还是遭到重击了。对，日本选手，你看连站起来腿是有点。比赛进行到回合后半段，王顺利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原田显悟除了搂抱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王顺利又是一顿猛烈的拳法攻势，将其堵在围绳边疯狂输出。不断的重击，你看他就没体力了，这很少见的。但是还是在坚持。对，就是我们说会一直坚持到比赛结束。这组合有了，这组合有了。对，哎，2拳加一吸，2拳加一吸。现场的观众都希望他能 KO 对手，但是你看原田显悟的抗压力多强，真的是跟个不倒翁一样。你看他要倒，已经很软了，但是还是站着。还有10秒。王顺利猛烈的攻势一直持续到回合结束。该说不说，原田显悟这家伙也确实能扛，竟然扛住了王顺利3回合的蹂躏。但比赛的结果已经毫无悬念了。几乎的体能保持非常好，而且他的这个拳腿的力量也要好于这个原田显悟。同时，日本原田显悟在今天比赛里面，他尽管有扫踢动作，但是他的整个的这种拳腿的力量要弱于对手，尤其在进攻的组合能力上，明显和王顺利还不在一个档次上。最终2人打满3回合的比赛，王顺利成功拿下了比赛，狠狠地教训了嚣张的日本人。相较于直接 KO 对手的结果，3回合的蹂躏似乎也更令人容易接受。大家喜不喜欢王顺利这位选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This is the future. 在格斗擂台，级别越大，拳腿的杀伤力就越大，因此大级别的比赛总是更受拳迷们的关注。阿萨哈迪就是中国大级别重量级的名将，他曾获得全国拳击锦标赛冠军，随后出战职业赛事也打败了不少巨兽。他的重拳尤其恐怖，美国的丹尼尔·萨姆就曾被他的重拳炮轰。2019年2月24日，昆仑决的重量级争霸赛上，首轮比赛就是丹尼尔·萨姆对阵阿萨哈迪。比赛开始不到10秒，阿萨哈迪就一记重拳打中丹尼尔的面中，攻势较为凶猛。由于丹尼尔的身高臂展都更有优势，因此他的扫踢还是十分吓人的。变化哟，哎呦，高扫对手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条件、身形决定了控制范围。你看，对腿啊。控制距离对，控制距离非常大。阿萨哈迪不断用重拳逼近，尽量不给对手可以踢腿的空间。随后，阿萨哈迪在对拼中将对手击倒，虽然是因为失去平衡，但也引起全场欢呼。阿萨哈迪趁势追击，打出一波小高潮。突然之间，阿萨哈迪就开始发力啊！这丹尼尔·萨姆啊，还是要把距离控制住啊，不要轻易让阿萨哈迪进去，他这个拳法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现在看这个萨姆打这拳啊，相对来说还是中远的拳，一进去之后，你看进去之后他没有换拳的能力。这个丹尼尔·萨姆这个面部对拳的反应稍微有点过激啊。对，你看还是啊，对，爆头。
没有换拳能力，你看对腿法控制不错，但一到中近的时候过于紧张了。比赛到了第2回合，丹尼尔试图用高扫击倒对手，阿斯哈提捕捉到对手的意图之后，不断用拳法组合替身近战，几次命中让丹尼尔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腿法，反而只能抱头躲避阿斯哈提的重拳。危险了！对，你看，他只能打单个1个到2个的这种迎击或者反击动作，再多。阿斯哈提的重拳渗透了十足，几拳下去，丹尼尔当场倒地被读秒。这拳打透了，确实是对于头部啊，这个防守太差了。对，这一拳的连续几拳的穿透力啊，还是比较不错。对，你们仅仅是这样抱头趋避防守，对一个大级别来说不够用啊，很难，因为大级别选手，直接一个迎击。其实我们看很多大级别选手，他们的这种重击读秒，并不是说非得打到下巴上，是他们有时候隔着拳头或者打到太阳穴的位置，就完全可以造成重击。对，还有机会。哎呦，现在这个丹尼尔萨姆就非常被动了，阿斯哈提不错。有了如此优势，阿斯哈提自然是抓住机会贴身重拳砸击，再次重拳爆头将丹尼尔打趴。这个打的就是头的侧部，对。而且其实刚刚这一拳并没有完全用自己拳锋最有杀伤力的位置打中啊，对，就能够，这就是大级别的魅力。2次起身后的丹尼尔依旧逃不掉被 KO 的命运，几乎还没被砸中就自己蹲了下去，抱头求饶了。既然这样，刚才又何必起来呢？不过大级别的拳头的确可怕，既然输已成定局，那么保护好自己也是个更好的选择。阿斯哈提 KO 了丹尼尔，也顺利进入了晋级赛。之后阿斯哈提遇上了更强的挑战者费萨尔·扎卡利亚。费萨尔是 WBC 世界重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费萨尔的打法兼具技术和美感，他的杀手锏就是腾空一跃的飞膝，被称为钻石飞人，因此这位异域对手更加不好对付。比赛一开始，阿斯哈提表现得十分松弛，反观费萨尔则显得有些站立不安，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风格，有那么一点花拳绣腿的感觉。阿斯哈提看着对手的样子，像是要笑场了。不行，我们必须尊重对手，我们是专业的打拳人。阿斯哈提直接重拳逼近，这位对手似乎也是更擅长用腿，对阿斯哈提的重拳反应也没那么灵敏。我们看到阿斯哈提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自信，而且从阿斯哈提的这种体型上来看嘛，我们觉得他可能在训练上有一些改变和变化，我们觉得他比以前应该是瘦了很多。是的，因为上一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可惜，对于功夫熊猫呢这场比赛两人还有一个关联，也就是说扎卡利亚在1个多月前在泰国的比赛当中还击败了功夫熊猫，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是对于双方实力的一个考验。而且非常值得敬佩的是，扎卡利亚这名选手已经是有42岁，而且是有非常丰富的大赛经验。我们看到扎卡利亚应该是挨到了重拳。扎卡利亚的体型要比阿斯哈提显得是更加的壮硕，但是阿斯哈提可以说是拳击运动员出身，他有着大级别运动员中非常罕见的灵巧的步伐，非常重的身体打击。费萨尔在擂台的经验倒是丰富，总是对阿斯哈提的重拳加以控制。阿斯哈提直接一个接腿摔换颜色，之后阿斯哈提不断移动，抓住对手空档，给予重拳打击。阿斯哈提在加盟昆仑决以来，可以说是从一个纯拳击运动员到现在一个中国顶尖的大级别站立式踢拳的选手。是的，进步非常的快啊！我们也是目睹了他的前进的这个历程。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之前阿斯哈提的这种连续拳呢，是带有着非常浓厚的拳击的印记，可以说是奥运会拳击的印记。那么这场比赛发现阿斯哈提的重拳要比以前重了很多，特别是他的右手后手的重拳的进攻，刚才已经多次打到了扎卡利亚。也是在不断的训练和比赛的磨练当中啊，阿斯哈提是在不断的成长。但是我们看到扎卡利亚，我们要知道，在40岁的拳手啊，他如果身体保持的状态良好的话，他的这个经验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又是一个接腿摔。阿斯哈提他的技术可以是日益更新、日益的全面。
阿斯哈提充分利用了自己拳击的灵活的步伐，在启动的速度方面。第二回合一开始，阿斯哈提就先发制人，但对手不知道是不是泰拳手出身的缘故，老是喜欢搂抱来化解危机，怪不得总是惹得阿斯哈提接腿摔。这场比赛的胜利对阿斯哈提至关重要，因为费萨尔在上场比赛赢了史蒂文班克，而阿斯哈提却被史蒂文班克 KO 过，因此这场比赛也是证明自己的好机会。让他多让他起低扫腿。我们看到阿斯哈提的连续组合拳命中。费萨尔扎卡利亚的绰号钻石飞人，钻石飞膝，非常重的直接的后手拳的身体打击。我们看到阿斯哈提的组合拳打击其实是给扎克利亚造成了特别大的困扰。重拳打到了，这是要数秒了。拿到了第一次数秒，能不能缓过来？我们看到扎克利亚现在已经摇摇晃晃，有点站不住了。扎卡利亚也是刚刚的加盟昆仑决的比赛，可能对于昆仑决大赛的规则还有一些的适应，特别是在双方缠抱过程当中。又是一个非常重的重击，险些打到阿斯哈提。阿斯哈提将费萨尔逼至绳脚，直接一个重拳砸向费萨尔头部。费萨尔被重拳砸倒，摔出了围绳之外，可见阿斯哈提这一拳有多重。裁判也及时终止了比赛。在昆仑决3亚战，韩国巨人柳良来也曾感受过阿斯哈提拳法的威力。中韩两国的竞技赛总是恩怨不断，而韩国拳手柳良来则扮演着中方克星的角色，因此柳良来完全没把阿斯哈提放在眼里。狂妄的狠话和傲慢的神情让阿斯哈提怒火中烧。阿斯哈提准备在擂台上好好释放。比赛一开始，阿斯哈提就以炮弹般的连续重拳压向柳良来，掀起了一波小高潮。连续摆拳，就发挥了自己拳击运动员的特点。对，他如果练过这个自由搏击，接腿贴一挑，对方就躺那儿了。好，这个连续两。然而，进攻过于忘我的阿斯哈提突然滑倒在地，令所有观众和裁判都狠捏了一把汗。柳良来见此不断攻击阿斯哈提的腿部，阿斯哈提再次倒地。大级别不同于小级别，大级别选手的每次倒地和起身都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并且可以看出来，阿斯哈提的腿一定是被踢伤或者扭伤了。柳良来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依旧不断攻击着阿斯哈提的腿，2次让阿斯哈提被强制读秒。起身后的阿斯哈提用拳拉开两人的距离，趁人之危是吧？阿斯哈提彻底被惹怒了，他强忍着腿部的剧痛，将对手逼至绳脚，直接几记重拳砸向柳良来的头部。柳良来瞬间被打懵。阿斯哈提的特长，他不一定练拳击的，对，练拳击。你光踢我这个前支撑腿，我确实不好受。好，接着打，对，孩子用自己的主动进攻。对，阿斯哈提用惊人的意志力和对手死磕，再次抛出连环重击。遭到重击的韩国巨人轰然倒地，这是一次漂亮的逆转。在裁判读完秒后，柳良来还未完全恢复神智，阿斯哈提抓住时机猛冲过去，继续用重拳狂轰。遗憾的是，第一回合结束的铃声响起，给了柳良来喘息的机会。第二回合一开始，阿斯哈提就迫不及待的进攻，连续几个重拳差点 KO 柳良来时，被柳良来用搂抱阻止。柳良来开始移动位置，但是也无济于事。阿斯哈提率先看准时机，用3记清晰的重拳砸向他的下巴。这一次，柳良来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瘫倒在擂台上。阿斯哈提在第二回合24秒重拳 KO 了柳良来，成功打脸了韩国人。2局24秒 KO 对手获胜 ，and the winner Red Corner China。